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到强哥的频道。在加密货币市场中，牛市和熊市这两个概念真的是至关重要。它们就像6月的天气一样，一会儿是大太阳，一会儿是大暴雨，反映了整个6月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。那牛市和熊市是什么？它就是反映了市场的整体趋势。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些趋势，那真的是好处很多。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被市场的杂音，比如负面的新闻啦、投资者的情绪波动这些给带偏，还能为我们投资决策提供清晰的指引，就像航海中的灯塔一样。我们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讲4个方面啊，第一个是牛市阶段，第二个是熊市阶段，第三是牛市策略，最后一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熊市的策略。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说说牛市吧。牛市就是指市场普遍看涨，多数资产的价格持续上涨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投资者的信心高涨，他们的投资意愿是不是也是非常强烈的？而且牛市和熊市都可以再细分为3个阶段。我们来先说牛市一期啊，这个阶段通常是价格筑底后的复苏的曙光，通常是在加密货币价格跌至谷底之后开始，市场经历了显著的下跌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，整体情绪变得低迷。此时许多参与者仍在观望，缺乏明确的投资意向。而且牛市和熊市都可以细分为3个阶段。那我们来先看一下牛市一期吧。牛市一期我们分为4个点啊。第一个是价格筑底后的复苏曙光，我们就是通常在加密货币价格跌至谷底之后的开始，市场经历了显著的下跌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，整体情绪呢就变得非常的低迷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时候许多参与者那就在观望了，缺乏明确的投资意向了。因为行情最低迷的时候，那我们肯定都是慎重又慎重，小心又小心。那第二个就是市场参与者的观望态度，尽管有部分的投资者开始采取行动，整体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复苏持怀疑的态度，导致了许多人对市场前景持保守的态度，担心投资风险，依然选择谨慎观望。即便出现价格反弹，投资者往往也不敢轻易入场。那第三是什么？低估资产的挖掘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价值投资者逐步进入市场，寻找那些被低估的资产。他们认为这些资产在未来有回升的潜力，希望在市场复苏的初期锁定机会。这一策略基于对长期价值的判断，而非短期波动的反应。来到第4点，牛市初期的投资心理。这种悲观的情绪可能源于之前的市场暴跌，使得人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不安。投资者对经济和市场的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和交易活跃度降低，为后续的牛市奠定了复杂的基础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牛市2期啊，也是分4个阶段。第一，随着市场逐渐积累涨势，价格开始回升，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参与。第二，投资者对过去的暴跌仍记忆犹新，即使是微小的回调也可能引发他们的悲观情绪。在牛市的2期，市场逐渐回暖，但仍笼罩在过去暴跌的阴影之下，投资者需在乐观与谨慎之间找到的一个平衡度，以对应的复杂的市场情绪和不确定性，导致我们来到第3个阶段。那在这个阶段呢，虽然企业盈利情况可能有所改善，但市场整体的气氛还是偏淡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第4点，投资者往往会对政策调整产生负面反应，认为这些措施可能会抑制经济过快的增长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牛市3期这个阶段呢，我们来到第1点，这边我跟它归纳为牛市3期的一个纲要。第1点，在这个阶段，市场情绪显著转变，投资者的信心增强，资金持续流入，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。经过之前的谨慎和观望，投资者开始积极参与，市场呈现出强烈的上涨趋势。第二个是乐观的预期和影响。随着投资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逐渐增强，市场环境呢变得更加活跃，人们开始相信价格将持续上升，更多的投资者涌入市场，进一步推动了价格的上涨。第3点是市场参与度的提高，整体市场参与显著的提高，交易量增加，投资者的信心提升，推动了市场的发展。这一积极的市场
氛围，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环境，同时也可能带来更高的风险，因此投资者需保持警惕，谨慎应对市场的变化。来到我们第4点，新投资机会的涌现。这一阶段通常是伴随着更多的新投资机会，创新项目和优质的资产受到关注，市场参与者纷纷寻找潜在的高回报投资，提升了市场的活跃度。这我们是一环扣一环的啊！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，我们一定是保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去面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。那我们来到第2个环节，熊市阶段，与牛市相比了，对吧？熊市呢，就是肯定是另一番景象。熊市是指市场价格下跌至少20%且持续走低。在熊市中，市场通常也是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的。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熊市一期的纲要。熊市的第1阶段特征就是为市场的价格快速的下跌，整个市场情绪都非常的低迷，投资者面对不断下滑的价格，普遍人就是感到恐慌，导致大量的资产被抛售。这一阶段的市场表现通常非常惨淡，投资者的信心这个时候就肯定受到严重的打击了，对不对？投资者的恐慌反应，在这一阶段呢，许多人就开始恐慌了，纷纷选择抛售与手中持有的资产，以避免更大的损失。恐慌性的抛售加剧了市场的下行趋势，导致的价格进一步暴跌，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恶性循环，那就导致了经济环境的矛盾。就来到我们第3点，尽管市场情绪低迷，但经济增长的势头却相对强劲，经济的数据可能显示出改善。这种矛盾使得投资者在决策的时候感到困惑，难以判断市场的真实状况，导致整体经济的格局疲软了。也就是来到我们第4点，整体的经济环境依然疲弱，尽管某些经济指标表现良好，但市场对于未来的信心还是不足的。这种疲弱的市场格局使得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时更加谨慎，整体市场活跃度显著的下降，投资者纷纷采取观望态度。那我们再来看熊市第2期，熊市2期纲要。第1点，在这一环节呢，市场价格肯定进一步就是探底了，投资者恐慌的情绪日趋严重，随着价格不断的下跌，市场的抛售压力加大，许多人开始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怀疑，选择观望而非积极的参与。这种恐慌情绪在投资者迅速扩散，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的低迷的一个状态啊，那就导致了市场的信心怎么样了？那可能就是缺失了。就直接来到我们第2点，这时候现象就是市场缺乏很大的一个信息，大众普遍对未来充满的不安，即便有投资者尝试寻找投资的机会，但整体的悲观情绪使他们不敢轻易入场，导致市场交易量明显的萎缩，活跃度降低，形成了僵持的局面。我们再看一下第3期啊，脆弱的反弹与恐惧。第1点，经过长时间的低迷过后，那部分投资者开始试图寻找市场底部的机会，他们希望在价格筑底的介入，以便在未来的市场回暖的时候获得收益。然而，整体市场的情绪依然偏向悲观，许多人对市场的反弹持续怀疑的态度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。就来到我们第2点，这个时候反弹通常是指脆弱的，因为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会再次下跌，这种不安使得投资者在决策的时候更加谨慎。虽然有些人愿意尝试入场，但整体参与度仍然较低啊，市场活跃难以恢复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牛市策略吧。在牛市中，投资者可以采取多种的策略啊，例如在市场复苏的初期，逢低布局优质的资产，关注有潜力的项目，比如有潜力的币种。随着市场的逐步回暖，投资者可以积极参与短期交易或长期的持有。到了牛市的末期，投资者应警惕市场过热的迹象，实时锁定利润，防止因贪婪导致收益回吐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。最后，我们一定不能说人的欲望无限的被放大，导致怕卖空吧。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设置一条警戒线，到了那个点，我们一定就是要全部抛出，一定不能贪。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在我们赌场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什么？少输当赢。我们一定要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看待每一个投资项目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熊市的策略了，对不对？那在熊市中呢，策略呢就需要更加严格了。那我们投资者应更加注重风险的控制了，避免盲目的跟随市场的情绪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逢低买入优质的资产，采用定期定额的投资以及分散投资等策略来降低风险。此外，我们一定要保持耐心和理智，避免情绪化决策尤为关键。
投资者应关注市场底部的信号，并在市场稳定的时候逐步建仓，以应对未来的市场回升。反正就是千万不能被情绪给左右了，这才是克服熊市调仓的关键。在这里，强哥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无论市场如何变化，我们始终要保持学习和适应的态度，这是我们在加密货币领域学习成长的关键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留下你们宝贵的关注及赞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强哥做视频的动力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